身为纯爱88主，我一个纯爱战士却穿越进了黄漫里，还穿成了牛头各个男主的黄毛。为了让所有男女主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，所以我决定远离女主。马宝真倒霉啊！像我小超相貌堂堂，智计无双，武力超群，不是应该穿越到修仙世界制霸3界，或者穿到历史朝代权倾朝野吗？怎么偏偏就倒霉穿越进黄漫里，还他妈是牛头人类型的黄漫？回想起黄漫里黄毛利用各种手段将女主从男主身边夺走的剧情，尤其是结局女主们那崩坏的一幕，作为纯爱战神的我真的接受不了一点。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。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自己穿越前纯爱88主的身份，说什么也要让这4名可怜的少女与他们喜欢的人长相厮守，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。牛头人什么的，老子见一个嘎一个。突然一种熟悉感涌入脑海，漫画1号女主的剧情慢慢浮现，让我有一种不久之前就来过这个漫画世界的错觉。靠，女主有危险，快去救人啊！在我刚获取的记忆里，此时1号女主的处境十分危险。如果按剧情发展，即使原主不出现在现场，女主也难逃被欺负的结局。我勒个豆的，敢在我纯爱88主面前搞牛头人，信不信把你们全吊死在路灯上啊！龙哥好。龙哥，这是什么250的社会称呼？龙哥，毛哥他在里面办点事。你这么个东西也敢拦老子？无论是原主作为学校里最大的混子，还是我穿越前武馆继承人的身份，我有自信成为这所学校的万毛之王。谁？哪个不要命的？龙哥。谁他妈是你哥？滚！紫毛嘴角的笑容僵了下来，但他依旧没敢露出丝毫不满，很顺滑地带着他的2个小弟滚蛋了。果然是黄漫女主，这也太美了吧！就是蜷缩成一团，也不知道身材怎么样。呸！你他妈是来救人的，想什么呢？B小区死犯唐曼曼，不能再和他扯上更多干系了，溜了。在我离开后，唐曼曼的表情还有些呆滞，似乎是没想到自己就这样得救了。明明刚才那个黄发少年比紫发少年还要凶得多。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弱智留这样的发型？这个发型加上这张脸，简直就是先天黄毛痞子圣体。路上，我开始继续整理原主黄毛的记忆。校霸、孤儿、唯一的亲人舅舅，还是个侵吞了原主父母所有财产的老混子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，这货还是个邋遢大王。穿越到这个脏家伙身上，可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随后，我又回忆起漫画的剧情来，毕竟是很早以前看的漫画，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。唐曼曼并没有被不良少年欺负，他的青梅竹马也没有被牛头人，这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不过，我好像一上来就破坏了远离女主的规矩。只是简单的救下女主一次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更何况我刚才都没和她说过话，以后应该也不会产生什么交集，所以远离女主计划还要继续下去。我双手握拳，在黄发遮挡外的那只眼睛仿佛要入党一般的坚定。话说那4名女主都是谁来着？可能要看到了才能认出来，其余3人不一定是学生，尤其是其中一位，那样的身材，不会是其他3人哪个的妈妈吧？什么？我去！死黄毛！今晚不把你剪了，老子就不是纯爱88主。来到教室，老师正在宣布因为 A 区教学楼楼体损坏 ，A、B 校区今天就要合并的通知。怪不得 B 区的优等生平民校花唐曼曼会被混混缠住，原来是这2个分别只有优等生和差生的校区要合并了呀！在某些肮脏的地方，美丽可能也是一种罪过啊！在搬东西到 B 校区的教学楼时，我看到了一张略微有些脸熟的面庞。没记错的话，她应该是1号女主的青梅竹马。要好好想想以后怎样才能及时保护好他们不被牛。经过1下午的忙碌过后，很快便到了放学时间，在学校周围游荡一圈，还没找到理发店，没想到又遇到熟人了。唐曼曼，又是她！这女人是先天软柿子体质吗？天天都被各种欺负霸凌。你这个臭女人，敢勾引我男人，你他妈活够了吧？呀！
我没有，我真不认识你说的人，你一定是误会了。你特么还敢狡辩？我看你是找死！其实他都明白，这一切都和眼前这个美女没关系，只怪自己的那个管不住自己的男人。现在的霸凌完全出于嫉妒。给我好好招呼他！呀！你不是爱勾引男人吗？我特么今天就让全校人看看你没穿衣服的样子！他要在今天彻底毁掉她。一个果照被疯传的少女，就算再漂亮，也没人再愿意要她。事到如今，就算再怎么不想和女主接触，我不出手也是不可能的了。如果女主现在就被毁了，以后还怎么和青梅竹马幸福生活？干什么呢？哪个不长眼的？龙哥，谁他妈是你哥？滚！赶走这群太妹后，唐曼曼蜷缩在地上楚楚可怜。可我又打心底的不想和唐曼曼过多接触，还是帮帮他吧，我就蹭蹭不深帮。你在这里等我会。在即将落幕的夕阳余晖中，唐曼曼今天第二次注视着我离开时的高瘦背影。她眸子里的情绪依旧复杂，但和中午不同的是，这次她好看的桃花眸子里少了几分恐惧，多出了几分庆幸和愧疚。我勒个豆，这几个该死的太妹耽误我时间，理发店都特么关门了。只能明天再剪了，得先去搞点钱了，不然交不起房租，明天要被房东赶出去了。就从原主那不靠谱的舅舅手里敲店吧。虽然在原主黄毛的记忆里，他有些怕他这个混混舅舅，但我可不怕。在穿越前，我可是家族武馆的继承人之一。有了计划，我立马向着原主舅舅的家里赶去。李媛，你侄子来了。我跟着舅舅女友来到内屋，远远就看到舅舅在3缺1，看他那凶神恶煞的脸上满面红光，似乎今天运气不错，而我却眉头紧锁。说自己上学需要钱，不行，且不说他会不会点，就是给，估计也就100-200块。在原主的记忆里，他这个舅舅可吝啬得很，要不直接和他翻脸，要他把侵占原主的那部分钱全部吐出来也不行。翻脸容易，可要从他手里拿到钱可就不容易了，总不能抢吧？真动起手来，这里这么多人，我也不见得能占到便宜。我说舅舅今天手气这么旺，原来是养了千女郎啊！钱这不就来了吗？哎，真是奇怪，我手机刚刚还是好好的，这怎么一下子就坏了？老舅，你帮我看看没？我这手机是怎么了？怎么屏幕一下子就花了？老舅，我手机坏了，你看你今晚赢了这么多，给我换个新手机呗。李媛眯起眼睛，眼中的凶光暴增，我丝毫不惧，反而还做出一副委屈的模样。我手机真的坏了，不能用了，不信你让这位老哥看看，让他看看我手机是不是不能用了。等等，拿着滚吧！就这么几个钱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老舅，你不是说等最新的锤子7手机出来后给我买吗？现在出来了，14000，正好我手机也坏了，你就把钱都给我吧，我今天晚上就买了。好，我给你。谢谢老舅。随后我将钞票揣进校服口袋里，离开了李媛的家。这回学费和房租都有了，这让我很开心。再去买个2手的锤子4手机，省得李媛怀疑。买完手机后，我看了眼时间，晚上8点半。既然决定要彻底改变主人公形象，就要每天把作业按时完成了。但是主角这个不学无术的竟然连一支笔一个本都没有，这让我恨得牙痒痒。在靠近电脑城的老旧小区小卖部里买了简单的笔和本，还没走出小区，我竟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唐曼曼，你和这死黄毛还真是有缘呐！此时的唐曼曼正在小烧烤摊忙前忙后，除她以外，小烧烤摊里还有一名帮忙的青年，是我在学校里搬东西时在 B 校区遇到的那名清秀的少年。想来确定他就是和唐曼曼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了。在他俩身后的烧烤车后，是一名韵味十足的中年美妇，看长相和唐曼曼的相似程度，应该是她的母亲没错了。在看到唐母那张略有些熟悉的脸庞后，我头皮开始一酥酥的发麻，一个既让人感到可怕，又让人忍不住有一丢丢兴奋的想法浮现在脑海中。唐曼曼的母亲，该不会也是黄漫里的4名女主角之一吧？作者不会这么丧心病狂吧？倒霉头发，你等我找到机会，一定把你剪了。还好不是，作者还算有那么一丢丢的良知，没有什么都写。
弄清楚这些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快步转身离开，远离计划还要继续进行才是。为了避免崩坏结局的产生，绝不能和唐曼曼之间产生过多接触。回到狭小但还算干净整洁的出租屋里，我把存好钱的存折放好，然后开始写作业。晚上11点我才写完作业，准备上床休息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却迟迟无法入眠。唐曼曼的母亲真的不是黄漫里的4名女主之一吗？应该不是。难不成是穿着衣服没看出来？不可能，唐曼曼的母亲不可能是4名女主之一，这点毋庸置疑。可是为什么在看到她的时候会感觉很熟悉呢？我冥思苦想许久，肯定是因为母女俩长得太像吧，也没有其他的可能了。只能是这样了。秋意渐凉，第二天我来到海源3中，还没走到校门口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又一次映入眼帘。唐曼曼，怎么又是她？远处的唐曼曼抱着昨天我给她的那件廉价运动服，微微低着头躲避着来自那些不良不怀好意的目光。看着校门口的这一幕，我有些无奈，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再继续躲着她。还是去见一面吧，把运动服拿回来，到时候态度恶劣一些，让她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好人，以后见到我躲着走就好了。我有点疑惑，为何我刚一出现唐曼曼就跑了？不过很快我就知道唐曼曼如此急迫离开的原因了。你奶奶的，情侣发色是吧？这下我算是明白唐曼曼为什么会这么倒霉，接连一天遇到2场霸凌，原来第2场霸凌是由第1场霸凌所引发出来的。要想个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掉唐曼曼被骚扰的方法才行。上午10分，在课间操结束之后，哥们，找你说几句话。龙哥，你有什么事找小的？狗东西，我不管你是谁，以后离唐曼曼远一点，听见了吗？要是再让我发现你或者你手下的人骚扰她，我就大施你这2条狗腿，让你去天桥上要饭。见紫毛满脸痛苦的点点头，我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我买了瓶快乐水，准备回教室上课。走到第4层，走廊上密密麻麻的人群引起了我的好奇。正所谓有热闹不凑非君子，更别说我这个看热闹发烧友了。仗着这一头唬人的黄毛，我很快占据了 VIP 位置。不会又是霸凌唐曼曼吧？天啊，唐曼曼你是什么倒霉的命运？咱说不行，找大师看看呢。在心里吐槽到一半，我突然意识到一件很可悲的事情，那就是唐曼曼她从始至今一直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受害者。她做错了什么呢？却要这样的被人欺负，真是可怜。就在我打算出手结束这场霸凌时，余光却突然看到了前面一个人的侧脸，很眼熟，是昨天在唐妈妈小吃摊帮忙的清秀少年，是唐曼曼的青梅竹马。还好，这下总算不用我出手了。和唐曼曼的接触还是少一些比较好，尤其是英雄救美这种能暴增好感度的事情，绝对要少做。不对啊，清秀少年的位置这么靠前，甚至比我还要靠前，那就证明他在我之前就来到这里。那他应该早就看到了被霸凌的唐曼曼了吧？那他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出手拯救唐曼曼？难不成？看着清秀少年带着浓浓胆怯的眸子，我震惊之余还有些崩溃。作为女主的青梅竹马，黄漫里的官配男一，你难道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离成为女朋友只差1层窗户纸的唐曼曼这样被人欺负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想到这里，我虽然觉得生气，但并没有鲁莽出手。可能是一些事情耽误了人家出手呢，也许人家也是刚到，又或许他有什么难言之隐。靠，找不出借口了，女朋友被人这样欺负也不敢出手，这个怂逼！救救我！干什么？清秀少年的个子不矮，甚至算得上高挑2字，和拦住他的土豆雷比起来，他最起码要高出他1个头的身高。可他此时却像一只吓破了胆的老鼠。滚！他的眼睛重新被胆怯填满，最终满怀羞愧地垂下头，一言不发地退回人群当中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来这出风头？这笔真是怂的可以，怪不得被人牛头人呢。又是哪个不要命的？龙哥，滚！我现在火气很大，一半是被清秀少年气的，一半是又要出手救唐曼曼，和他产生交集，所以我现在属于见到路边的狗都要踹上一脚的暴怒状态。里面的人都给老子滚出来！
别让我说第2遍。脱！哼！我叫你把衣服脱了。把裤子脱了。我里面没穿。我叫你脱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刚才要扒别人衣服，给别人拍果照的气势呢。像你这种人，我给你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，你就永远不会有所收敛。还里面没穿，你骗谁呢？无非是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的借口罢了。快脱！靠，不会真没穿吧？把裤子换给唐曼曼，要是她出来的时候校服上有一处不干净的地方，我扒了你们的皮。很快，在我的咆哮声后，卫生间里响起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不一会儿，唐曼曼就换好了一身干净衣服出来。我没心思管这些屁事，为了避免以后无穷无尽的麻烦，现在是时候表个态了。以后唐曼曼就是我罩着的人了，3中里有一个算一个。以后你们谁再敢找唐曼曼麻烦，就是找我的麻烦。还有你一个，以后你，还有你的这些狗腿子们，要是唐曼曼再在这个学校里受到欺负，我就先把你们揍一顿，再去找欺负她的人，听明白没有？回教室去。事情结束，我扔下哭哭啼啼的紫发小太妹，转身上楼回到教室，坐回座位上，脑海中浮现唐曼曼感动复杂的神情。我知道，千方百计想要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在接下来的接触中，要爆刷唐曼曼的厌恶值，不然好感值再这么积攒下去，恐怕将来的她就会自愿变成漫画里的那副模样了。这是作为纯爱爸爸主的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。小超是谁？是我。跟我们出来一下。啊！最终教导主任了解了事情的原委，做出了紫发少女和她的小太妹手下全部被记大过一次，我记小过一次。最倒霉的是被我供出来的紫毛，直接杀鸡儆猴开除。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离开教导主任的办公室，朝着楼梯口走去，准备上楼。等一下！我听到声音后脚步一顿，没有停下，反而步伐更快地向楼梯口走去。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和唐曼曼进行接触，在我的预想中，下一次和她的接触最好可以在一个没人的地方，这样才能爆刷她的厌恶值。秋日毒辣，但好在凉风清爽。怎么还不来？12点15分了，再有15分钟就要上午自习了呀。你应该不会来了，先回去吧。同学你好。唐曼曼显然被我滑稽的发型逗到，努力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。靠，倒霉头发！你等我找到机会，看我把不把你剃干净。嘿嘿，美女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在看到我伪装的这副就差把流氓2字写在脸上的色迷你表情，唐曼曼脸上的笑意很快消失，她下意识缩了缩单薄的身子，似乎是被我这副陌生的样子吓到了。有效，就这么办。唐曼曼有点不敢相信，眼前的我就是救她3次于水火的人。这是昨晚的衣服，我洗干净了。还有，谢谢你今天上午的帮助，还有昨天中午，还有昨天晚上，谢谢你。谢我？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你打算怎么谢我啊？你不会以为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把这么大的恩情给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不过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或许可以帮你写作业。唐曼曼声音柔软，眼神怯生生地看向我，像是一只可怜的小鹿在和大灰狼软声商议，能不能用胡萝卜换下自己一样。小超，不能心软啊！什么？帮我写作业？你不知道我从来都不写作业吗？唐曼曼惊讶地半张开嘴，欲言又止，仿佛作为学生不写作业已经超出了她的认知范围一般不可思议。我看着她呆呆的可爱模样，又给开始软化的心脏打了一阵强心剂，才能继续扮演一个流氓。杜然，你帮我别的事情呗。什么事情？学习我不感兴趣，不如你教我点别的吧，比如怎么和女孩子相处之类的。就大晚上只有咱俩的那种，你好好教教我怎么和女孩子处好关系。当然，你要是害她，我可以给你再找几个姐姐过来，不过只能叫女孩子，可不能让男的来。别怕，妹妹，多跟哥接触接触你就知道了。哥哥我可是个很温柔的人呢。
这下好了，想来以后他再也不敢靠近我了。这个家伙还真是出乎意料的可爱呢。这么好的女孩，跟那个怂逼还真是可惜了。不过他跟谁都比跟我这个黄毛强吧。黄昏时分，我记下作业后走出学校，而这次前往的方向并不是往出租屋的位置，而是去一家烧烤摊。那是一家李媛经常去吃的烧烤摊。这个倒霉舅舅昨天刚大出血，今天还要请我吃饭，恐怕去了不会有什么好事。不过我倒也不怕李媛整什么幺蛾子，去了之后俩眼一闭，吃就完事了。要钱的话就是没有。老舅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你把手机买了？是啊，买了。哼，小年纪就知道买这些不实用的东西，你老舅我用的手机都没你用的好。老舅你能和我比吗？你就算用诺基亚，人家看见你都要恭恭敬敬的，那我有啥？不就只能买的手机充门面了吗？我嬉皮笑脸的拍了个马屁，只不过这个马屁的效果明显一般，李媛的脸色并未好看多少。以后你每个月的生活费减500块钱，我看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那么贵的东西你也敢买？那是你现在这个年纪该买的东西吗？老舅，你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？这东西贵，那我以后不买这么贵的东西不就行了？你扣我生活费几个意思啊？当然，老舅，我也不是要赖上你。你要是不想给我生活费的话，那就麻烦你把属于我的那份遗产交出来。你交出来后，我保证1分钱不再跟你要，断绝关系都行。你这个臭小子，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别跟我提什么钱，老子养你长大，你替老子做些事情是应该的。老子没跟你要抚养费就不错了，你还敢跟老子提钱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你的生活费1个月就500，你爱他妈要不要？我眼神冰冷下来，一遍遍的在心底默念冷静，同时不停的做深呼吸，努力平复即将要爆发的情绪。冷静下来，现在还不是和他翻脸的时候。妈的，他就是李媛。舅舅经常骗美女回家看会后空翻的猫，然后他会亲自表演给他们看，为的就是锻炼腰力应对仇家的追杀，而此时就让他用上了。那就是李媛，兄弟们快上，砍死他！他们是谁啊？李媛的仇家？看着眼前喊打喊杀的众人，我的坏心情一扫而空，还在心底为他们加油鼓劲。砍死他！狗李媛，让你扣老子钱，打死你这个畜生！还有他一个，他是李媛的外甥。卧槽，关老子什么事啊？利用年轻的优势，我很快就追上了李媛。看着越拉越远的追兵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妈的，还指望你们揍李媛一顿出气呢，结果你们就这不行。我越想越气，回想起刚才李媛那副嚣张的嘴脸，我很清楚，这可能是短时间内唯一能出上一口恶气的机会了。老舅小心！啊！老舅，快站起来啊！李媛龇牙咧嘴的从地上爬起，倒是丝毫没有怀疑是我害他挨的这枚砖头。口东西还挺抗揍的，看你还能挨几下。老舅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今天要活咱俩都活，要死咱俩都死。呵，好小子，老舅我没看错你。看没看错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背上李媛后，我逃跑的速度理所当然的慢了下来。但好在两人身后的火蟹帮追兵速度也不快，一时半会完全追不上我俩。但同样，我也无法在短时间内甩开他们。就这样，我背着李媛跑，火蟹帮的混混们追。在这过程中，自然少不了一些远程武器的偷袭。小龙啊，不行，你把我放下吧，老舅我自己也能跑。不行，老舅你再忍一下，马上就能到咱们的地盘了。等到了咱们的地盘，就叫兄弟来弄死他们。看样子火蟹帮的人差不多快力竭了。这样的话，李媛，你特么准备好挨揍吧。老舅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抛下你自己走的。呵，好小子，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你。老舅你还能跑吗？跑不动了。小龙，你先挡住他们，我给兄弟们发过信息了，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过来，挺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老舅你放心，就交给我吧，我绝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的。老舅小心！老舅，
老舅，你没事吧？先别管我，快拦住他们！不管你，怎么能不管你呢？放心，老子今天保准不带放过你的。老舅小心！老舅，我保护你！老舅！我拽着李元辗转腾挪，帮他躲过了正面的攻击，却又把他送到了暗处的攻击上。此时的李元被连环击打得凄惨无比。等我再次醒来已是深夜，我只模糊记得挨了一板砖后，黑血帮的援军赶到了。由于大部队去追击火血帮的打手，导致后防空虚被偷袭。逃亡中，我假装大义凛然的要断后，实际是想逃跑。跑着跑着就躲到这阴暗的巷子里，由于失血过多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小超，你还好吗？你在这干嘛？跟你没关系，赶紧走。我对剧本走向的执念让我很是着急，害怕眼前的女孩出事。我送你去医院吧，你看起来伤得好重。我，他是不是害怕没钱去医院？那我带你去药店找医生姐姐处理一下吧。你的伤看起来真的很严重。严重缺血的我已经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，只能僵硬的努努嘴唇。如果你不说话的话，我就当你同意了。喂，妈妈。喂，曼曼啊，你现在到哪儿了？怎么还没过来？调料马上就要用完了。妈妈，3轮车坏了，我去不了了。啊，这样啊，那算了吧，你不用来了，我让小鱼去商店买点调料回来，我自己调配一下就好了。嗯。你醒了。这个受伤的黄毛顶着一副吓人的阴阳脸，却让坐在旁边一向淡然文静的校花一看到就憋不住笑。你醒了。听到一声女孩的呼唤，我努力想睁开眼，但眼前的画面模模糊糊，有一种网吧通宵完，刚睡一会儿就被老妈叫醒的感觉，属于身体醒了，灵魂还在沉睡的那种状态。喂，你好，小超同学。看我睁开眼，唐曼曼其实还是有点不敢靠得太近，生怕我清醒后会像今天中午那样变成一个超级大流氓。不过这也是他最奇怪的地方，之前犹如天神下凡3次救他于水火的我，为何中午会突然变成那副模样？他应该不是那样的人吧？不会是的。长得不难看呢。可是为什么要留这样的发型呢？脸都成这个样子了。看到我这大半黑小半白的脸，唐曼曼忍不住再次笑出声来。听到笑声，我悠悠转醒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剧烈的头疼。我这是在哪？应该不是在我家。发生了什么？眼前的人是谁？这香气好像唐曼曼。唐曼曼。就在我的无核大脑处理器龟速运行，想这个香味为什么熟悉的时候，一声软软的呼唤响起。小超同学，先把药吃了好吗？听到这个略有些熟悉的软糯嗓音，我知道现在很安全，卸下了所有防备。水。我就像个被催眠的人，机械地完成着主人的指令。小超，你爸妈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需要我给他们打电话接你回去吗？死了。我简短的回答后，房间内陷入一片寂静当中。唐曼曼满眼的愧疚。父母双亡吗？还真是可怜。唐曼曼虽然很想不再继续烦我，不过时间不等人，12点前她必须赶在妈妈收摊之前让我清醒离开，不然她没办法解释。想起护士姐姐刚才交代她说一些敏感的话刺激我的神经，所以她决定试一试。小超同学，你上次考试的排名是多少？怎么样，够敏感吧？唐曼曼为自己这个蔫坏的问题而有些得意，因为学习一向是她最在意敏感的话题。倒数第一。唐曼曼有一丢丢的破防。那你今晚的作业写完了吗？在她的世界观里，学生就没有不写作业这么一说。如果我没有完成，一定会很着急。不写。时间一点点过去，唐曼曼想破脑袋才想出的诸多敏感话题都被我轻而易举的答复堵死。终于，她开始真正问起了自己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看你可怜。再没别的原因了。还想让你幸福的生活下去，不被坏人欺负。
想让你幸福的生活下去，不被坏人欺负。什么呀，小超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表白吗？不太像，同学间的关心也不是，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对我说这样的话？那你今天中午为什么要装出那副样子吓我？唐曼曼红着快要滴血的脸，小声地问出了她心里最为关心的问题。因为唐曼曼，什么？这是哪？唐曼曼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什么装的？什么吓你？我可不是装的！我警告你，唐曼曼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你现在的身体还很虚弱，要多休息。我没激动，唐曼曼，你竟然不怕我！我可警告你，你现在最好赶紧离开，不然一会儿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可就不要怪我了。我现在就是不能动了，不然我肯定要对你耍流氓。唐曼曼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你变回中午那副讨厌我的模样好不好？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接近你，还不行吗？好，对我耍流氓，对我耍流氓，我最害怕你了，好吧？你别激动，先冷静下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唐曼曼的好感度怎么就会长到这种恐怖的地步？难不成漫画里的结尾我注定没法避免？我注定要成为一个破坏别人感情的畜生牛头人？无颜再面对吧友们了，找根结实点的意大利面条吊死算了。这是哪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？我说这里是哪？我怎么到这里来的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是在小街那里遇到你的，当时你满脸是血，还昏迷了过去，我就把你送到了药店，让药店里的护士姐姐帮你处理好了伤口。之后我想用你的手机给你的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接你离开，可你的手机里什么号码都没有，唯一的一个号码还打不通，没办法，我就把你带回家里来了。听着唐曼曼的描述，我也慢慢记起了有关昏迷前的记忆。完了，这可是救命之恩呀！我的头更疼了，这下可怎么办好啊？不可能再狠下心爆烧恶感知了，难不成我就要这样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了？纯爱吧吧主带头偷敌，恶毒牛头人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要离开。你慢一点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他很讨厌我吗？打车回到家后，我便再也承受不住脑袋里的眩晕感，躺在床上就睡了过去，直到第二天中午，我才被一遍又一遍的电话声吵醒。喂，小龙，你现在在哪呢？这个不良少年差点害死了自己的舅舅，而舅舅却对他感恩戴德，主动送钱。小龙，你现在在哪呢？身体怎么样？没出什么事吧？老舅，我现在刚从医院里出来，不过状态不太好，头又疼又晕，走路都费劲。那你从医院里出来干嘛？伤得这么重就赶紧回医院养着。老舅，不是我不想住院，是我没钱了，交不起住院的押金，被人家赶出来了。什么？哪家医院敢把我李元的外甥赶出来？反了天了！你告诉我你在哪，老舅现在就去替你出气。元哥，你别激动，你现在的状态还不适合出门。是啊，老舅，你就别来了，你好好休息就行，不用担心我。好吧。小龙，你现在赶紧回去住院，住院的钱老舅一会就发给你。等你身体养好之后，咱们一起去找黄老黑报仇。敢和老子玩阴的，老子饶不了他。好的，老舅，我这就回医院去。1万块，这下大学基金库里一下子就有22000块了。依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在这1年时间里攒出大学4年的费用不是梦啊！平复下心情，我越想越开心。嗨呀，真是不错，以后还得继续装病，好好讹他。不过我这种愉悦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唐曼曼，这个家伙该怎么办？到底是自己躲着他，还是继续装流氓，让他见到我就害怕？我有点拿不定主意。哈哈，真是够臭美的了，还想着人家会黏着你不放。你是吴彦祖吗？看你头上的那几根黄毛吧，但凡是个正常点的小姑娘都要绕着你走。晚上我点完外卖，百无聊赖的刷着手机。外卖员到了吗？小超同学，这是昨天我给你买的药，你忘记拿了。你怎么找到我家的？我在你的班级里找你朋友问的。我他妈，昨天中午都那么下他了，
还敢自己来送上门？不行，这次必须给他下个猛药，要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多么的危险。这样啊，那可真是谢谢你了。来，进来坐会，我把药钱给你。唐曼曼站在门口，有点紧张警惕。不用了，这本来就是我答谢你的心意。这怎么能行？这么贵的药，是你妈妈摆摊多久才能挣回来的呀？唐曼曼有点动摇。唐曼曼，你不肯跟我进来，该不会是害怕我会对你做些什么吧？不是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快进来吧，我又不能怎么样你。来，快进来吧。别站着了，坐吧。怎么，想让哥哥我抱你过去？行啊。唐曼曼，你笑什么？你知道你现在正处于什么样的环境吗？你可是被锁在一个流氓的家里啊，孤男寡女，逃跑无门，自身的清白随时都可能被玷污。这种时候你竟然还笑得出来，你怎么想的？你不会是个外表清纯内里放浪的痴女吧？对不起。想到跟哥在一起很开心对吧？没事，哥也很开心，尤其是一会儿咱们还能做些更开心的事情。好啊，听到这种话你还笑得出来？你还说你不是痴女？事情脱离了掌控，这让我无法接受。对不起。你在笑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笑你的，小超同学，你的脸。我的脸？我的脸怎么了？妈的，真是丢人丢大发了！我说怎么中午的外卖人看我的眼神那么异样？丢人丢成这样，我也没心思再吓唬唐曼曼了，把身上所有的现金当药钱塞给他，就赶紧把他赶走了。独自一人坐在床上好半天，我才感觉脸上的骚热平息了些。这么看来，顶着这张阴阳脸，一时半会儿还没法把黄毛剪掉。时光飞逝，转眼我已在出租屋休养了1个月。走在上学的路上，街上密集的人流让我有点疑惑。今天不是星期4吗？靠，老子好不容易主动学习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。唱，不学了，吃的早饭，回家睡觉。我来到了这家叫出狱的小酒馆，这是昨天虎哥告诉我，这是舅舅为了表彰我的英勇事迹，所以把这家酒馆10%的股权转让给了我。我刚安静吃了一会早餐，就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找来了。我靠，这不是龙哥吗？龙哥好。你们好。我有点惊讶，我在这群混混面前人气居然如此之高。龙哥，你的事迹我都听说了，你真是这个？什么事迹？当然是你在前段时间舍命保护帮主的事迹啊！这件事在帮里都传开了，龙哥你不顾生命危险替帮主引开火蝎帮的那些狗杂碎，真是忠肝义胆，义薄云天。对，义薄云天。我有点汗颜，好像要不是因为我，李元早跑了吧？不过很快我就在这群混混的吹嘘中理所应当的认领了这份殊荣。突然我又一次进入了第一次见唐曼曼时候的那种怪异感觉，虽然头开始晕，但周围的场景却都变得清晰起来。我知道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接下来要进入剧情了，黄漫里的剧情。果不其然，在下一刻，几乎是不到30秒钟的时间里，一个女人脸色阴沉的推门而入，只是一眼，我就认出了她是谁。黄漫2号女主，堪称先天人妻圣体的逆天身材和娇美的容颜让我印象深刻。之前还怀疑过2号女主是谁的妈妈，而实际她的年龄很年轻，也就25、6而已。你是叫雪哥吗？雪哥有点得意，一副普信男模样。是我，怎么了？美女，你找我有事？